还记得多年前在青岛，那个跟着一群蓝湾卫士，顶着海上的阵阵寒风，一起守护海洋的刘学义吗？这回学长在旅程中收到了一份来自海洋的礼物。听说大海送给我们一个礼物，让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这份礼物不是谢礼，而是一直受到人为污染伤害的海洋最沉痛的无声抗议。那些沉积在海底的海洋垃圾，包括啤酒瓶、保特瓶和废弃渔网等，每年有超过1100万吨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它们沉入水底，缠住珊瑚，覆盖礁石。鱼群把塑料碎片当作食物吞下，海龟被废弃渔网困住无法挣脱。这些伤害发生在水面之下，大多人也许永远都看不见，但潜水员可以。深蓝之处不该有垃圾沉浮。在收到这份令人心痛的礼物之后，刘学义没有逃避，而是选择作为无尽深蓝的洁净水下家园行动大使，亲身参与海洋保护公益行动。我们想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洁净水下家园，把不属于海洋的东西带走，用一次水下清理给海洋留一份善意。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他接受了采访，说到身为一名青岛人，他对海洋环境问题早有感触，特别反感有人往海里乱扔垃圾的行为。他自身在潜水过程中也会主动捡拾海底垃圾，以实际行动支持海洋生态保护。直到今天，他还是那名热爱海洋、守护海洋的蓝湾卫士。首先想问一下刘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拿的潜水证？去年年中的时候吧。所以还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潜水员。对，还行，所以您第一次下水的感受还记得吗？第一次下水的应该是在考证的时候，反正还挺紧张的，而且我就是面镜排水没有做得很好，然后那天又碰上了，因为大口呼吸又紧张，所以气瓶没气儿了。第一次所有的紧急状况全让我碰到了。所以当时是很冷静的自己处理了吗？还是有教练的协助？基本2、3个人都围着我，一个人捏住我的鼻子就让我，还有一个人拍我，因为面镜我看不见嘛，就意思就是也没问题，只要保持呼吸就可以。那如果0到10分的话，您现在会给自己的潜水技术打多少分？现在应该是8分吧。哇，这么有自信吗？对。明天下水的时候给我看一下了。行。如果要是想安利一个人来跟你一起潜水的话，你最想安利的是谁呢？安利所有不会潜水的。为什么？因为你学会了潜水之后，你就解锁了那地球71%的探索度了嘛。好，非常标准的潜水员的回答。对。那想问一下，刘老师跟海洋生物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相遇的经历？是看到安塔吧，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比较震撼的，因为特别大，然后跟那个朝圣一样就跪在那儿，就按曼塔的视角是这帮人在跪着拜谁呢？过一会儿。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在清洁站那个地方，等着曼塔向我们靠近。对。我知道刘老师之前录过一个综艺，就是一桌年夜饭，然后当时是有跟，当然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刘树杰一起参加过海洋保护相关的活动，对不对？那所以刘老师关注海洋保护这个领域是由于这个契机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因为我首先我就是青岛人，然后我也切身的见过一些就是吃的那些喝的那些东西直接就往海里面扔，所以这个在我小时候我可能就是比较反感的一件事情。
就从小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所以就后来就尤其的去看重这些东西，一直到你刚才说的一桌年夜饭那个，他们是在保护海马嘛？对，反正这一年一年做的，包括海洋的这个生态啊、环境啊，都非常好。那所以刘老师在自己潜水的过程中，有没有看到过海洋垃圾在水下？那当然有啊。什么样的垃圾？啤酒瓶、易拉罐啊，橡胶，还有很多渔网。根据我们潜水员全球的海洋垃圾收集的数据调查，对，其实渔具是最多的。那刘老师以前自己下水的时候捡过垃圾吗？捡过，就是 CD 不经常旁边有2个兜吗？对，经常就揣着。老师以前有没有了解过珊瑚种植啊？感不感兴趣去参加种珊瑚的活动？我没了解过，但是我好像听说过。具体是怎么样的呢？像我们在陆地上去植树一样，我们在水下其实也可以通过去剪枝，然后再分植的方式去助力珊瑚的无性繁殖。因为当我们潜水的时候教的第1节课就是不让主动去触碰那些，这珊瑚也尽量不要碰的，然后它其实是可以碰的。是休闲潜水的目的，当然不鼓励碰任何的海洋生物。但是我们基于保育目的的去做珊瑚礁的修复跟繁育，是可以去接触珊瑚做采样，然后同时去做这种珊瑚的分支跟繁育的。好，那太好了。所以欢迎以后有机会去下水跟我们一起种珊瑚。好。想问一下刘老师，平时如果去海洋活动的时候，您是怎么去防晒的？海洋活动就是有那种。物理防晒的，可能我不会涂什么防晒或者防晒喷雾啊，或者怎么样，因为听说那个就是对珊瑚特别不好。对的啊，然后通过物理防晒，比方说什么脸基尼啊，不要去主动去涂那些。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就你在海面上就赶紧下去，然后上来之后尽量把头埋在里面，反正这是我的办法。对，其实物理防晒是最好的防晒方法，但是对海洋的负担也最小。对，尽量就是一个观光客，不要留垃圾。那刘老师最喜欢的海洋生物是什么？鲸鲨。您见过吗？没见过。就是纯梦中喜欢。对。鲸鲨有很多地方可以看，马尔代夫啊，野生的这种的。就是为了去马尔代夫看鲸鲨，结果也没看着。对，这个东西可遇而不可求。然后如果要是想一句话对海洋保护的建议送给粉丝，你会说什么呢？还是希望他们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这个海洋生态。然后，因为这也是我们地球很重要的一部分，这实际上也是在，反哺我们自己。如果要是想用一个词来形容海洋，您会用什么样的词？我觉得可能还是震撼吧，带给我多一些。也治愈吗？当然是治愈了，因为海里面很安静，没有人在耳边哇哇哇说，只能听见自己呼吸的声。我们找到了玻璃瓶、废弃的潜水面镜、缠绕在礁石上的渔网，而我们今天的这5公斤，又是一点点新的累积。希望我们每一次的下潜，都能为海洋带来微小的改变。如何正确的下潜？1. 装备准备需谨慎，首先把 BCD 套在气瓶上，绑带处留出4指的空间。第2，安装调节器，连接2个管子。最后打开气瓶，慢慢扭至气瓶全开，检查气味是否正常。专业人士再次检查确认安全。2. 做好热身再下潜，预先下水，让身体适应水温。穿戴装备正式下水。高举冲排气阀，逐步排气，目视下方下潜。接下来等待片刻。来吧，让我们看看今天都捡了什么东西。哇，全是鱼网，这算一类吗？这个是卯虫，跟鱼线的不是一类。酒瓶1、2、3、4、5，加上一个碎片。不吸管吧？我觉得是。这不是。你要能用这个呼吸，可能有点费劲。不是网金鱼的吗？对，塑料袋有2个是吧？2个塑料袋，还有一个百洁布。大概重量是多少？5到6公斤，差不多。来吧，咱收了。看到了吗？下一次潜水记得带上你的网兜。